在近10年间，从中国最高的山峰到最隐蔽的洞穴里，科学家们一直在追寻一种新型致命病毒的源头。他们最终在石头洞的蝙蝠身上找到了答案。这是一种冠状病毒，该病毒在2003年引发了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流行病，简称非典型肺炎。冠状病毒是一群表面有着皇冠型棘突蛋白的病毒，皇冠的拉丁文为 corona， 病毒的英文名称由此而来。目前已知的冠状病毒有数百种，其中的7种可以传染给人类并且引起疾病。冠状病毒 SARS-CoV 可引起非典型肺炎， MERS-CoV 可引起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，而 SARS-CoV-2 则可引起新型冠状病毒感染。7种会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中，有4种会导致感冒及症状温和而具有高传染性的鼻喉感染，有2种会感染肺部并引起更严重的疾病。引起 COVID-19 的第7种病毒综合了上述2类特征，不仅极易传播，而且会严重地影响肺部。当受感染者咳嗽时，含有病毒的飞沫就会喷溅而出，当飞沫进入其他人的鼻腔或口腔时，这些人就会被病毒感染。冠状病毒在封闭的空间内最易传播，这些地方人与人之间距离很近，寒冷的天气可以防止病毒脆弱的外壳变干，使得它们在宿主间传播时能够存活更长时间。来自阳光的紫外线则可能会破坏病毒。这些季节上的变化对于已经存在的病毒影响更大，但是因为至今没有任何人对新出现的病毒免疫，所以它有很多潜在宿主，不需要在理想环境下也可以传播。进入人体后，棘突蛋白会嵌入宿主的细胞内并与之融合，这个过程让病毒能够控制宿主细胞的转运体系，以复制病毒自身的遗传基因。冠状病毒把它们的基因储存在 RNA 内，所有病毒都是 RNA 或者 DNA 病毒。RNA 病毒通常更小，携带的基因更少，这意味着它们可以感染众多宿主，并且在宿主体内快速复制。一般来说， RNA 病毒没有校对机制，而 DNA 病毒则有。因此，当 RNA 病毒自我复制时，更有可能发生错误，即所谓的突变。大多数的突变都对其自身无用，甚至是有害的，但是有一些变异可以让病毒更适应某些特定的环境，比如说新的宿主物种。传染病通常在病毒从动物传染到人类时出现，比如由 RNA 病毒导致的埃博拉、寨卡和非典传染病，以及 COVID-19 全球大流行病。进入人体后，病毒仍然会发生突变，虽然这种突变不足以创造新型的病毒，但足以使原本的病毒产生变体及新毒株。与大多数 RNA 病毒相比，冠状病毒有几个主要的区别。它们是体积最大的 RNA 病毒，有着最多的遗传基因，也就更可能出现对自身有害的变异。为了抵消这种风险，冠状病毒有一种可以检验并纠正基因复制错误的酶。这一特征使得冠状病毒比其他 RNA 病毒的突变速度更加缓慢，因此更加稳定。虽然这可能听上去很可怕，但是当涉及到瓦解病毒时，其缓慢的突变速率实际上是个好现象。被感染以后，我们的免疫系统可以识别病菌，并且在其再次感染我们时，快速地摧毁病菌，从而起到免疫效果。但是突变会让病毒变得更不易被我们的免疫系统察觉，因此也更难去击溃它们。突变也会使抗病毒药品和疫苗的效果大打折扣，因为这些药物都是针对各种特定病毒而产生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年都需要新的流感疫苗，因为流感病毒的突变太快，新毒株会持续出现。冠状病毒突变速度更慢，意味着感染之后，我们的免疫系统、药品以及疫苗在更长一段时间内依然可以辨别它们，从而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健康。目前我们还不知道人体对不同冠状病毒的免疫时间能持续多久。对于冠状病毒，我们也从未研发出被证实有效的治疗方法或者疫苗。我们没有关注治疗引起感冒的冠状病毒，而对于非典和中东呼吸综合征，虽然科学家们着手钻研治疗方法，但是疫情都在治疗方案尚未完成临床实验时就结束了。随着我们继续不断侵占其他动物的栖息地，一些科学家们认为新的冠状病毒从动物传染给人类在所难免，但如果我们调查这些未知病毒，就可以避免破坏性后果。您是否觉得不够了解自己的身体？订阅此频道，了解从秃头、肌肉增长到身体不同部位长毛的原因。敬请继续关注。
永葆探索热情。